用力都没有用，这种真的。你别笑。这情况呢？我知道好像参展费用在降低，应该是真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人流量这么差吗？现在是下午3点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工具展，属于闭展区的，几乎没什么人啊，空的都。10月15号，被称为是中国外贸晴雨表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拉开了帷幕。虽然这次展会规模庞大，但是很多商家都表示，今年广交会异常冷清，几乎没有欧美客户，国内同行一大堆，整个展会会变成了内销展会。今天是广交会的第一天啊，我们的摊位在这里，就给你们闪看一下。小摊位也不能秀太多产品嘛。你看我们这个位置，通道位置啊，通道位置没有人的。在展会现场，人流稀少，寒风凛冽，空旷的展台上摆放着无人问津的产品，孤寂的展商无精打采地坐在角落里，目光无神地望着窗外。荒废的走廊上只能听到脚步声的回荡，没有欢声笑语，没有交易的谈判，整个展会宛如一片。这个鞋子行业的真的是冷清啊！大家看，大家都坐在摊位上面，坐一排望去，看到没有？坐在这里，给我感觉想起来了那种村里面啊，坐在一排唠嗑的那种场景啊。然后没有老外，都在这里刷手机。3天时间花10来个 W 去参加这个广交会，到底值不值？昨天老婆跟我的小助理们就去逛了一下展示，逛了一下，然后我是叫我的非洲兄弟带我进去的，我自己这边去了4、5个人，然后里面交费交了300多块，请人带进去我还掏了500枚一个人的。然后我们在1楼的时候，我就看了那个摩托车展会，有电的有油的，因为老婆自己也推这个电摩托车嘛，我发现这个产品的同质化特别严重，然后里面一堆客户基本上都是一带一路的，而且印度口音很浓重啊，那种咖喱味的英语啊，洗脑啊。看了他们那个卖家大概400多到一部吧，其实比我的稍微贵一点，但是工厂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推广的成本实在太高。今天总体来说，广交会或者其他展会现在就那个样子吧。反正美国我们这个摊位没见过啊，欧洲1、2个吧，剩下全是多边体国家呀、一带一路啊、印度啊、中东啊。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，现在的广交会，如果你是买摊位、二手摊位7、8万、8、9万、10万、11、2万的话，你要3、4而后行。广交会最真实的感受，你听一下是不是和你一样的？第一，人流量基本上是从10点50左右开始起来的，人还是非常多的。第二呢，客户主要集中在非洲、东南亚以及南美洲这3个区域，然后呢会有少数的像中东地区以及俄罗斯的一些客户。第三呢，我们感觉就是客户啊，主要还是以中低端的为主啊，那么不乏会有一些比较优质和好的一些客户，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后期跟踪和筛选的。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展馆，我们这展馆感觉好像要好一点，最起码要亮堂一点哈，阳光明媚，口罩，整个展馆是吧？不是偶尔要吐槽，是为了更好，有时候还自嘲嘞，是不是？啥关系啊？为了改进，为了改变，为了大家更好一点，为了大家没有白来。看，哎呀，吃了。你今天也搞早了，今天又是一个人了我。这2天去看了一下广交会啊，明显的感觉到来的人比上半年来的人更少了一点。今年上半年的时候，我们去的时候，明显已经感觉到人已经很少了。从视频里面啊，你们可能能看到，感觉人流量还可以，但是你们真的是没有见过往年的那种广交会高峰的时候，真的是人都挤不动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一届来，明显能感觉到欧美来的客户少了很多，一带一路国家来的客户多了很多。但是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客户呢，它的体量又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数量确实很多。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，本届广交会展位总数有7.46万个，
参展企业超过了3.2万家。本届广交会超过24万名采购商预登记，但是在关税威胁笼罩之下，与会的出口商和买家们普遍弥漫着焦虑的氛围。而且呢，今年广交会本身就设置了更高的参展和入场的门槛，加剧了内卷。很多去参展的网友发视频说，今年新政策规定，参展助理不能再单独进场，必须与外国客户绑定。甚至一位跨境电商参展者表示呢，一个外国人只能绑定一个助理，一个翻译。对于翻译人员要求更加严苛，翻译必须有翻译证书或者是英语专业证书。办理证件费用高昂，300元办证费加上50元工本费，让日常的商务接待成本直线上升。一位深圳参展商抱怨，一天花350块还进不去。广交会这一天结束了，给大家讲讲实际的一些情况。网上有在讲，今年的广交会是有史以来买家最多的，然后参展商最多的。实际的情况呢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今天跑到家电馆3.1到3.2，买家也多，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出口的参展商呢，好像也没有春季的那么多。这次回来把广交会的费用算了一下，我给大家罗列一下看一下啊。我们广交会的费用是展位费用，我们是25800乘以3，我们拿了3个展位，总共是7万多块钱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装修特装的费用大概是花了28000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安排了8个人，差旅费总共是3期都参加了，然后来回500块钱，我们从南昌过去的车票乘以8个人，然后呢来回，再加上我整个这个3期，共计是24000。那么呢，我们住宿费用是8个人4张床，然后呢一晚上是600块钱，总共是15天，总共花的是36000。然后呢，我们吃饭，我们按照最低的标准，我们8个人一天是800，然后呢按照15天计算是14400，总共179800元。大家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？上周，中共实施更广泛的稀土出口管制，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将于11月1号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%关税之后，广东、浙江等多地出口商都在哀嚎，现在正在面临外部订单风险、内部市场内卷以及参展门槛骤升的双重困境。因为浙江出口商是做滑板鞋的溜冰鞋外贸的，他表示呢，他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比相对较大，订单本已在下滑。如果美国真的加征100%的关税，对他将是毁灭性的打击。由于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体量较小，他对未来不太乐观，透露身边很多人现在都是在硬撑着。特朗普又疯了，他刚刚宣布说，从11月1日起，对中国所有的商品加征100%的关税，也就意味着我们一把剪刀是10元，到美国那边要交超过15元的关税。美国客户那边因为这次关税，要么就压价，要么就会取消订单。我们这些工厂如果是做美国市场的，订单会减少，库存也会积压，慢慢利润也会有归零的风险。各位跨境的朋友们活不下去了。现在我们这种做出口生意的人呐，哎呦，人心惶惶啊！从下个月1号起，增加100%的关税，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节后买单爆款的余威还未消化，今年中美贸易大战的第2波炮火就在我们头顶上啪啪啪啪呀！本来应该可以从从容容、忙忙碌碌，现在是凄凄惨惨，没有人。上线啊，报打听上线了。今天来到了深圳华南城啊，西安的华南城我在那待了5年，然后郑州的华南城我去过不下50次。那今天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啊，深圳的华南城，真的可以用啊很难什么词儿来形容。这个环境啊太差了，我进去转了一大圈，没有生意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。兄弟们，小厂上岸的不稀奇啊，但今天带你们看看上亿的集团公司的倒闭，多少平方？这样的车间有13栋，上亿资产的倒闭，所以兄弟们，小厂上岸很正常啊。月底我们就要解散了，姐妹们怎么办呀？月底我们就要解散了，不舍得他们呢。哎，没有工作了，要失业了，有没有哪里要人呢？推荐一下。都到地步了，也厂里面还啥都没有了呢。
全部都翻光了呢。你看我们今天来要钱，你看啥都没有了，都翻光了，门都是锁了的，东西都是全部都没有。我的软件公司倒闭了。从去年这个时候出来到现在整整1年，我是没有1分钱收获，而且呢是花了20多万。本来这个存款就不多，大部分都是借款来的。然后上周也把这个车给卖了，因为现在真的是生存都有点问题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把公司关了，出来看看怎么拼吧。那你看看我们厂现在这么多车，那些供应商来要账的呀，还陆陆续续才赶来，这个厂完蛋了。工人的工资还没发，供应商的全部都来要账，这么多，没戏了。倒闭，前面那几间也全部都倒闭了。这可是南山海岸城啊！哇，我真没想到南山海岸城都已经沦落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一整条街全部都空租。这里可是当年业主连夜赶过来抢的发财铺啊！当时这里的铺面卖40-50万一个平方，还要喝茶费才能买到这里的铺面的。现在你看，空在这里老鼠都不住，这一整条街最起码大几千万全部打水漂了。刚收到一个震惊消息，龙江又有一家工厂倒闭跑路，目前暂时不方便透露品牌。更让人感叹的是，这家工厂并非小作坊，曾经有着不错的规模与基础，最终却因老板想买厂房急于扩张，产品又跟不上时代，最终导致资金链崩盘，最终说没就没了。我们暂且不去传播负面新闻，也不怕事件的细节，今天只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当前市场环境下，工厂该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大量实体店倒闭会引发一个很现实的社会生存问题，这些实体店的老板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解决？他们想改行也改不了。第一，年龄不占优势；第二，没有一技之长；第三，当老板习惯了不受人约束，性格上也容易变得懒散和傲慢，这注定他们很难再去给别人打工，只能苦苦守着这些店，开也开不下去，关也关不掉，最终陷入赚钱难、硬撑难、亏本难、倒闭难的4难局面。真的，想不起来了。这把人很难的嘛。没事，老板一下子就把钱给你们搞过来了。哎，对，但是你们要配合一下嘛，要手拉起来嘛。手拉起来那个才有效果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